我们从雅典出发，沿着马拉松大道一路向东，来到了东阿提卡地区的马拉松平原。这就是马拉松大道、马拉松长跑的路线。参观马拉松考古博物馆，走进马拉松地区不同寻常的历史与文化。潘神在山上发出非常恐怖的声音，把那些波斯人给吓得丢盔弃甲的跑了。公元前490年，一场改变欧洲历史的战役就发生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波斯大军就是从这一个沙滩上登陆的呀。在那场战役中，为了民主与自由而不惜牺牲生命的11位普拉提亚战士和192位雅典战士就长眠在此。这个墓地的位置还是挺好，考古学家们推测说，这是10个战士和一个奴隶持续奔跑了440公里的传令官的故事，就一路又小跑回到了雅典，告诉雅典人民说我们胜了。说完这一句话之后呢，他就精疲力竭而亡。正是因为这个鼓舞人心的故事，马拉松长跑运动于1896年在雅典诞生。 Who will be the winner of the marathon? It's a Greek. 马拉松平原的海边，还有一座罗马时期的埃及女神伊西斯神庙。就这左右两边，这可能就是2个大理石雕塑的基座吧。就是每一个门的里面的这些神像都是埃及神像，这边外面呢有对应的2个希腊神像。那希腊神像怎么都仪式了呢？这里还有神话中赫拉克利斯家族的女儿自愿献祭的地方。我们现在在马拉松平原的东北角上找到了这一个传说中的马卡利亚泉眼。正是因为这眼泉水滋养出了这片肥沃的平原。浓雾从下面隐藏的就是从马卡利亚泉眼里面流出来的泉水。这里遍地生长的茴香草，它的希腊语马拉松就成为了这个地区的名字。马拉松，一个充满茴香的地方。又发生火灾，是不是？刚刚说这一带很容易发生火灾的，马上就听到救火车、消防车了。这个标志上呢，通常写的是传统马拉松路线第几公里，所以你在跑马拉松的人呢，你跑到这儿的时候，你就看到说我这跑了一半了。你说传一个胜利的这个捷报，要让这个城内的老百姓早一点知道战斗的结果。你从这儿都是高山啊，你从山顶上随便哪个地方烧一个烽火，在雅典就看到了。那为什么要他跑回去呢？这真是把人不当人啊！因为是个传令官就把他当马使啊！这个确实有一点想不通。这也是有一些那个学者们对这个历史事实的质疑吧。后转。我们这就到了马拉松考古博物馆了。这博物馆呢是下午3点半就关门，所以呢，我们先去博物馆里看看，之后再去遗址。门是开着的。哎呀，终于进到莱科了哈！哎呀，这博物馆真是很小。Καλημέρα. Η Άρτεμις, εγώ έτσι φαντάζομαι μάλλον είναι η Άρτεμις. Άρτεμις και Δήμητρα, ναι. Ενώ τα Αιγυπτιακά δεν είναι. Ίσης, ναι.
cái Oasis Guide之类的。这个地方跟潘神呢，在传说中是有联系的。比如说，马拉松战役之所以胜利了，是因为潘神帮助了雅典人，在山上发出非常恐怖的声音，把那些波斯人给吓得丢盔弃甲的跑了，所以雅典人赢了。从此之后呢，雅典人就开始崇拜潘神，并且也就是在490年的这一次战役之后呢，就在雅典卫城的南坡那个山洞里面设了潘神的崇拜中心。对潘神崇拜时候的一些规则因为他对这个地方来说，他是一个新的神嘛，怎么去崇拜他，必须大家都要知道嘛，所以就刻了这个。平底锅就是吉格兰，这是文化里面的最典型的一种器械。就是这一个时期的这种陶罐，它的粘土呢是比较粗糙的，它没有像晚期的粘土那么细腻。有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工艺还没有达到像古希腊时候那么精致。这一个石碑说的就是希诺德阿提库斯。我们不说他就是马拉松人嘛，所以他在外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马拉松的这个官方为他设了一个非常正式的欢迎的这么一个宴会，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记载着这一次宴会的情况。这个就是希诺德阿提库斯的头像，这个头像呢是在马拉松战役中的那个雅典人的墓地旁边找到的，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一个原因呢，后来的考古学家们就猜测雅典人的那个墓地是罗马时期的时候希诺德阿提库斯给他重新修起来的。他最初呢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希诺德阿提库斯回到这儿之后呢，就把他们的这些墓地又重新给装潢了一番吧。在马拉松这个地方，在他的一个别墅吧，还是他的产业的一个大门，拱形圆门的上面发掘出来的这么一块大理石，这上面有写了他的这一个产业呢，就送给了他曾经的妻子，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既有他的名字，在这门上面也有他的爱人的名字。门的两边应该一边有一个他的雕像，一边有一个他妻子的雕像，应该是这个拱门左右两边。这就是那个埃及神庙里面发掘出来的，这也是希诺德阿提库斯在马拉松附近呢进了一个埃及神伊西斯的神庙。据说在这个神庙里面呢，除了有埃及神的这些雕像，通常呢与每一个埃及神相对应的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呢也有一个雕像。所以这个呢，比如说从这个雕塑的服装来看呢，这一个就是希腊的某一个神的雕像，而对应的呢就是埃及的某一个神的这种雕像。你说这个是谁啊？
伊西斯与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呢，就是Demeter 啊，农业女神或者丰收女神 Demeter。而这一个呢，很有可能就是 Demeter 啊，因为它这个地方没有标示说这一个每一个神像到底具体是谁。有4个入口，它这个神庙，那么在每一个入口的外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神。那上面呢是典型埃及神庙的一个什么标志嘛？上面像个太阳，为什么？是吧？这一个柱子，上面是一个艾奥尼亚斯的一个柱头。那在这个柱头上呢，还有一个雕像仪式了，就是胜利女神带翅膀的胜利女神站在这一个柱子上面。这一个就是在马拉松战役结束之后没过多久，然后雅典人就在这个战场上树立了这么一个纪念碑。Το μονοπάτι. Από εδώ, άμα σε ακολουθήσει δεξιά κάτω το μονοπάτι. Από εδώ, Εδώ που είναι τα δέντρα. Έχει ένα μονοπάτι, έχει τέτοιο. 我们现在从博物馆出来了，就去看看旁边的那个 Plataeum 这一支部队的墓地。据说呢，这里面埋葬了11位当时的战士，希腊战士。哎呀，这都是它周围发掘出来的。这几块有点弧形的，到底是不是跟那博物馆里面展的那个什么希诺德阿提库斯的那个大门上面那几块是一起的？好，有了，我们去打猎去。给我抓一只野兔。这个墓地的位置还是挺好的哈，现在周围这些百年橄榄树，因为这是战场嘛。据希罗多德记载，就说布拉特永的这些人呢，就把他们的这些牺牲的战士，在战场旁边找了一个地方就埋了。那么当时埋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说有今天的这样一个这么规整的一个墓地的形式。这个墓地呢，估计呢应该还是在后期把它修成这样的，也就是说当时他们的就是把他们的尸体都火化之后，比较简单的埋在了这个地方。你看这周围一圈的大石头，有没有带吃的人？我们给你吃，你这么乖，要吃草啊！就这个地方呢，是马拉松战役时期的布拉特永这一个部落的战士牺牲后的墓地。这里面呢，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希腊考古学家在这里面发掘出了11具男性的遗骸吧，其中呢有一个呢年龄大概只有10岁。雅典大学的考古学教授斯皮雷东推测说，这是10个战士和一个奴隶，因为11个人的这个数字呢，它跟希罗多德的历史这一本书上所记载的马拉松战役时期布拉特永死了11位战士的这个数字是对得上的。那么另外的192名还是194名雅典人的墓地呢，还在更远处的地方，我们待会儿过去看。走，我们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哎呀，别打我！那是导游。博物馆门口的这条路，就是以布拉特永当时参加
马拉松战役的这一个部落的名字命名的啊，布拉佩尔姆路这条路叫。这地平线的尽头就是大海啊，当时的波斯大军就是从这一个海边的沙滩 Sicilia 还是叫什么这个沙滩上登陆的呀，所以战场就在我们前面的到海边的这一大片平原上嘛，这就是马拉松平原嘛。现在我们就去雅典人的墓地，距这儿大概有5公里，相当于一个在马拉松平原的东边，一个在西边。马拉松考古博物馆的门票，它是包含这个雅典人的墓地这个遗址在内的。走吧，进去看看。这就是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雅典人的原型墓。Καλημέρα. Έχουμε από το μουσείο. Ευχαριστώ. Να σας ρωτήσω, μαραθώνιο που ξεκινάει από εδώ? Όχι, περνάει από εδώ. Ξεκινάει από το Μαραθώνα, το χωριό, την πόλη του Μαραθώνα. Από το χωριό, εκεί που έχει ένα στάδιο, από εκεί, Ξεκινάει, φτάνει γυρίζει αριστερά εδώ, κάνει τον κύκλο. Α, από εκεί, από το στάδιο. κατάλαβα. 这个墓地呢，里面埋葬的是192名当时在这一场战役中牺牲的雅典士兵。当时在这一场战役结束之后呢，雅典人就各自把各自家里牺牲的战士把他们给火化了。火化了之后呢，他们就一起在这个地方安排出来一片地，圆形的地，里面铺上了沙子啊什么，然后就把他们的骨灰呢就放在这一片圆形的区域里面，然后不同的时间段呢会到这里来祭拜他们。所以在这一个墓地上呢，也发掘出来很多一些陶罐啊、陶瓶啊等等的一些祭品，大多数的呢都是一些普通老百姓的家族的这一类的陶瓶啊，就是不是特别精美的啊，极少数的是非常精美的这些陶器呢，就证明其中的某一个战士牺牲的某一个战士，他是出自某一个贵族家庭的比较有钱的，所以他们的家人呢来祭拜他们的时候所用的都是比较精美的陶器。到了罗马时期的时候，希罗多阿提库斯呢才把他们的这一片墓地呢正式的修建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个比较巨大的圆形墓地。因为在这个墓地的外面呢，我们刚才在博物馆里也看到了，说希罗多阿提库斯的头像就是在这一个墓地外面找到的，并且在希罗多阿提库斯的另一栋别墅里面呢，找到了在这一个墓地上发掘出来的一块刻有当时马拉松战役中牺牲的这些战士名字的一块石碑因为雅典人当时大概是9000到1万人但是这9000到1万人呢是来自于雅典城邦的10个部落的士兵，所以呢在这个墓地上呢，当时呢是立了10块墓碑每一个部落呢一个碑这个碑上就刻着他们部落里面在这一次战役中牺牲的人的名字。我们从那边走过去看看吧。这儿我们是面朝西方，面朝西北方，后面海。先找找它的门在哪儿？真是没有门吗？我们今天的这个马拉松运动的这个距离是42公里195米。这个距离是怎么来的呢？正好是从马拉松平原这个地方，这个战场的地方，到今天的雅典市中心的这一个大理石体育场之间的这个距离，正好是42公里195米。其实这个信使腓立比的他在战争发生之前呢，就已经从雅典跑到了斯巴达，又从斯巴达跑回雅典。
这一个来回的距离呢是440公里左右。后来呢，在2010年的时候，为了纪念他的这一次求援的这一个活动呢，又举行了一次斯巴达马拉松长跑运动，也就是说，运动员要从雅典跑到斯巴达再跑回来这一个叫大马拉松运动。我们现在再去那个埃及神庙看看路上这条蓝色的线就是马拉松长跑的路线。那马拉松长跑的起点呢，在马拉松镇的那个体育场。从那个体育场出发到这儿大概有4公里。那走到这儿的时候呢，就要绕着墓地一圈，之后再上回雅典的路。这就是埃及神庙，伊西斯的神庙。这里是个岛，它周围都有一圈水环绕着。前面就是伊西斯的神庙。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有4个门嘛，我们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每一个门的里外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理石的雕塑。不知道是里面的2个是埃及的雕塑对应外面的2个希腊神像的雕塑呢，还是说里面左右一个是埃及的，一个是希腊的，外面左右也是一个希腊一个埃及的神的雕塑。就这左右两边，这可能就是2个大理石雕塑的基座吧，应该是放在博物馆里的那些雕塑，就从这2个上面给搬过去了。这2个就是复制的嘛，我们刚才在博物馆里看到过了。那就是它是每一个门的里面左右两边都是埃及的神像，靠近外面的那2个已经没有了的，只有2个坐基的，那就是相对应的，跟他们2个相对应的希腊的神像。这是西门，这个是南门，那是东门，那是北门。那东门上没有这个雕塑了。那这个神庙还不小呢，占地面积。那中间最高的那一块呢，就是最原始的感觉，那一个比罗马时期还早就像是个金字塔，对。但是那个材料什么，看上去那石头好像比罗马时期还早，真的是像个金字塔。那这个是伊西斯头上有这个的。那这个对应的也没说是谁。这两边的这门垛好像特别大呢。你看你看这一个是复制的，我们刚才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就是罗马时期的那一个真迹就是它的叫什么实物，而这一个是复制的。那罗马时期的那个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感觉上就感觉比这一个要更怎么说，至少从工艺上来说，比在现代复制的这个要好得多，是吧？那材料上就不用说了，这个材料好像就是很粗糙的，这就是复制的。它这好像是个正方形的整个神庙，然后中间那一块更正。这就是北门，就是每一个门的里面的这些神像都是埃及神像，这边外面呢有对应的2个希腊神像。那希腊神像怎么都已逝了呢？除了博物馆里好像只有2个。那整体感觉这个地方在罗马时期修建这个伊西斯神庙之前，应该是还有一个什么遗址，我感觉，因为它这个石头，这罗马时期的石头跟它中间的那个石头好像年代上相隔太远了。它为什么这个是把它抠下去了呀？那上面那一个是坐在这个草里面吗？那上面那个雕像，
因为如果它是一整个，它肯定把这个给搬走了。这个门廊就还给我们看了一下，啊，那里面原来是有功能的，不是实心的，是吧？对，这个爱奥尼亚的柱头，不知道这门廊当时是不是也会有柱子的，左右两边。我们往这边出去是吧？应该是，我去看看那个下面，他是不是坐在里面？那个雕像下面它是单独的，雕像的下面自身的有一个长方形的坐骑，然后就在这一个坐骑的下面扣一个槽，就正好放进去。好像大多数的马拉松地区的，包括这个神庙，包括不同时期的那些墓地，除了雅典人的这个墓地和那个普拉泰昂的墓地，其他的迈锡尼时期的这些遗址都是发掘到一半就没有再做更深入的发掘，也没有做更深入的研究，所以就没有更多的说明。我们也不知道这具体里面的功能或者发生了什么，这些都没法去证实。我们现在在马拉松平原的东北角上找到了这一个传说中的马卡利亚泉眼。这个地方在早些时候呢，这儿的泉水呢是供整个平原上的这些人用来灌溉的，所以这个地方之所以说马拉松平原上有大面积的沼泽地啊，我们看到这芦苇，这沼泽地就因为有这儿的泉水啊，这个泉水非常的丰富。后来应该是西南解放之后呢，他们就在这中间挖了一条渠，让这泉水直接注入海里了，所以这一片沼泽地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小了，变得。那么这个泉眼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古老的神话故事的。那这个故事呢，就跟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利斯有关哈。据说呀，大力神赫拉克利斯完成了他的第12项功绩之后呢，就被迈锡尼的国王 Ephialtes 把他驱逐了啊，驱逐到了希腊中部的另外一个城邦，他去找那儿的国王避难。那么直到他在那儿去世之后，他的孩子们呢还在庇护他的这个国王的地界。但是他去世之后呢 ，Ephialtes 呢就以为因为大力神赫拉克利斯不在了，所以他可能还可以继续去追杀他的孩子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赫拉克利斯的这个朋友呢就告诉赫拉克利斯的这些孩子们说，现在呢国王 Ephialtes 呢还要追杀你们，但是呢他的势力太大了啊，我现在没法再庇护你们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可以去雅典找特修斯他跟你的父亲还是有一些渊源的，你去找他去庇护你们。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赫拉克利斯的这些后代们呢就都来到了雅典。那么特修斯呢当然就义不容辞的就开始庇护他的这些孩子们。但是这时候呢 Ephialtes 就以为特修斯在跟他作对，就要准备开战了。特修斯也毫不含糊，就说那干就干吧当时的迈锡尼呢，也就是 Ephialtes 那边的他是非常强大的，而雅典呢相比之下呢就比较弱。那么要想以雅典这么比较弱小的一个城邦去跟迈锡尼对干呢，可能是这一个不太乐观的结果就正在这时候呢，特修斯得到了一则神谕，就说
如果赫拉克利斯的这些后代中有一个人愿意自愿的献祭，自愿的牺牲自己的话，那么雅典呢就可以赢得这场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赫拉克利斯的后代中呢，有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就叫马卡利亚，她就自愿的献祭了她牺牲了自己，为了挽救她的这些兄弟姊妹们，同时呢，也为了让这个特修斯不至于雅典也被麦西尼给这个毁了，所以他把自己献祭之后呢，特修斯就领着雅典人呢赢得了这一场战争。之后呢，在马拉松的这一个地方呢，就这一引泉水呢就以马卡利亚的名字命名叫马卡利亚泉。这就是这一个地方的泉水的来历。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看能不能看到什么泉眼。我也不知道，就往那找找吧。我们去找找这个泉眼吧，看能不能看到出水的地方。能进去吗？你说？我们往这路上走过去，那边看有没有入口。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就那边是有水。难道这个地方现在也还在使用？好像这管道都是现代的嘛？哎，好了，进来了。那下面就是水了，知道吗？不，那是水上浮着一层的一个浮游植物，我们管它叫无名子。这种植物它是飘在水面的。这可能是马拉松湖还没有正式为雅典供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泉眼就供水。看这大片的芦苇这就是沼泽地里面各种水鸟。那是现在还在供水，那可能是个水沟。这个的泉眼，这儿应该是有水这不是水吗？从山上流下来的。这芦苇要是多一点，就可以冰成各种东西。哎呀，这泉水我摸一下看凉不凉温度倒没有什么区别感觉。这大片的芦苇丛芦苇丛下面隐藏的就是从马卡利亚泉眼里面流出来的泉水。你看，就是这一引泉水滋养了整个马拉松平原。在古代也是因为有这一引泉水呢，让马拉松平原上出现了大面积的沼泽地。那也是因为这一片沼泽地呢，就不知道帮雅典人杀死了多少当时在马拉松战役中的这些波斯军队。因为这地区的政府为了拓展出更多的适合耕种的土地，所以呢就把这个泉水把它中间挖了一条渠，让它直接流到海里去了这样呢这地方可以种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也因为就没有那么多沼泽地了呀。沼泽地它一直要有水在上面，它才是沼泽所以他们把水引走了之后，沼泽地面积就大面积的缩小了就变成了这一个农田。因此呢也影响了这个地方的生态。马拉松战役的时候，波斯的军队就是停在这一带，一直到我们刚才的那个埃及神庙那一带，都是他们的军队对岸那儿
所以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一大片地方都曾经是他们的战场。他们一被打退，一打败，就从这儿上船，上船之后接着往南就到了枢纽，枢纽一拐弯就进入雅典地界了。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在这场战役中是损失了6400人，然后雅典人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不只是把自己的这些牺牲的勇士们给交给了他们的家属，并且他们把波斯人也埋了，因为对古代的雅典人来说，死者为大，不管你是敌人还是友人，看到你死了是肯定要把你埋起来的。死者为大嘛，我们中国人也这么说嘛。雅典人把这帮6400波斯人挖了个大坑，就把他们埋在里面了。波斯人自己都没把他们带走。啊？坑在哪里？现在可能找不到吧，因为可能都被这松树吸收了这营养，所以在这一带才长这么大的一些松树。你看波斯的军队停在这儿也是有理由的，你看，这相当于是个大的海湾，它停在这儿不怕风浪，因为他第一次来攻打雅典的时候，不是在阿索斯山那儿，就是因为风浪嘛，把他给损失了一半人之后就退了嘛，所以这一次他可能就要找一个安全的港湾停下来开战。你看这周围这一圈都是山啊，就在这个山谷的这个平原就叫马拉松平原，这个地方比较开阔嘛，所以他们从这儿之后只要翻过后面这一座山本特尼斯山就进入雅典了啊。他们横过这座山呢，估计也就40公里吧，也半天他们就可以到。因为在这个地方登陆呢，就是雅典前独裁者西皮亚斯的主意啊，他建议波斯军队在这儿登陆，因为这个地方偏嘛。但是呢，在这儿登陆之后呢，结果是他们失败了，那么这个责任呢，肯定这一个要归他来承担。反正他就是在这一年马拉松战役失败之后，西皮亚斯就死了。我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杀的，我没有看。